1945年8月，100万苏联红军跨过边境，迅速击溃了盘踞在中国东北14年的日本关东军。在那一刻，无数的东北百姓挥舞着旗帜，将苏联军队视为解放者。然而，解放者摇身一变，疯狂掠夺东北的经济和民生。斯大林将满洲视为战败国，在随后的半年里，一场人类工业史上罕见的系统性的大搬家在黑土地上上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数百万吨的战略物资，甚至连银行金库里的金条都被装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今天，我们就把时间拨回到1945年的那个秋天，透过厚厚的尘封档案，去看看苏联红军究竟是如何一点一点把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工业基地拆成废墟的。那场浩劫又给后来的新中国留下了怎样的隐痛？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仁。要理解苏联人为什么吃相这么难看，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一块多么肥美的红烧肉。很多人对于民国时期的印象是积贫积弱，但在1945年的东北，也就是当时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情况则是另外一个次元。日本人把东北变成了侵略战争的大后方和兵工厂，是从1931年开始，真的下了血本在经营。这绝不简单是掠夺性开采，而是全体系的工业移植。大家看一组数据，这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的东北家底。铁路呢，里程超过 1.2 万公里，密度亚洲第一，发电量占全亚洲的 93%， 钢产量占全中国的 90% 以上，机械产值占全亚洲的 95%。 长春普及了抽水马桶和煤气管道，沈阳铁西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聚集地之一，特别是沈阳兵工厂，那是张作霖留下的底子，日本人搞升级的庞大产物，能造重炮、造步枪、造弹药，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精密机床。简单的说，当时的东北其工业化水平不仅碾压中国关内，甚至在遭受盟军轰炸前，其产能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本土。这是一套完整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机的工业生态系统。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公开表态，中国抗战8年牺牲最大，日本在华资产作为赔偿，理应全归中国。但是斯大林看完这份工业清单，眼睛红了。苏联西部工业在二战中被打烂了，他急需一套现成的工业血液来给苏联输血。至于中国人的利益，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苏联的掠夺绝对不是大头兵冲进屋里抢金表那么简单，虽然他们也这么干了。真正的工业掠夺是一场国家级的高精密工程。苏军进城后，第一时间控制了所有的工厂、仓库和银行，然后苏联专家团入场，这些戴着眼镜夹着公文包的苏联工程师手里拿着早就通过情报网收集到的工厂图纸，按图索骥。让我们看看几个触目惊心的具体案例。第一个是鞍山昭和制钢所，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体。苏军进驻后，调集了8000名日本战俘和数千中国劳工，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干了整整40天。他们拆走了什么呢？拆走了最高效的炼焦炉，拆走了核心的炼铁钢炉，拆走了全部的薄板轧钢机。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鞍钢从一个能生产坦克装甲、飞机蒙皮的高端钢厂，瞬间退化成了一个只能烧点生铁水的土作坊。为了搬运那些几十吨的轧钢机，苏军不仅炸毁了厂房，还切断了周边的铁路支线，专门铺设临时轨道直通火车站。第二个是小丰满水电站，这是最致命的一刀。工业是需要电的，苏联很清楚这一点。吉林的小丰满水电站是当时亚洲第一大水电站，苏军拆走了8台巨型发电机组中的6台。这不仅仅是拿走几台发电机的问题，这引发了可怕的连锁反应。因为缺电，抚顺本溪的煤矿无法开动排水泵，导致大量优质美景被地下水淹没，几十年后都无法恢复正常开采。因为缺电，沈阳、长春无数没有被拆的轻工厂也被迫停业，机器生锈报废。第三个例子，沈阳兵工厂与飞机制造厂，苏军对军工企业的拆解也最为彻底。沈阳兵工厂里，凡是能制造枪炮的高精度车床、铣床、钻床，100%被拆走了。他们连实验室里的游标卡尺、显微镜，甚至连技术档案室里几万份图纸，一张都没给中国留。奉天飞机制造厂原本拥有生产飞机发动机的能力，苏军来过之后，这里连个螺旋桨都造不出来了，只剩下一堆搬不走的混凝土台子。除了工业设备，苏军对资源的掠夺更是赤裸裸的搬家式扫荡。首先呢是真金白银，苏军直接查封了满洲中央银行及所有的分行。据统计他们运走了数亿吨级的黄金储备和大量的白银，这些本该是稳定战后东北经济的压舱石，全部进了苏联的国库。
其次是战略物资储备，日本在东北囤积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准备本土决战。苏联来了以后，不管3七2十一，全部运走。在抚顺，堆积如山的几十万吨优质煤炭被装车运走；在鞍山，几十万吨的钢铁被运走，还有大豆、粮食、棉布。当时东北的铁路上，通往苏联方向的火车昼夜不停。据目击者回忆，那铁轨被压得嘎吱作响，车上不仅装着机器，还有中国农民辛苦种出来的粮食。为了进一步压榨东北资源，苏联红军还发行了红军票，这是一种比抢劫更恶毒的手段。苏军在东北强行发行苏联红军司令部币，强制中国百姓使用。这些纸币没有准备金，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苏联用这些废纸在市场上疯狂收集物资，把中国东北民间的财富洗劫一空，留给中国百姓的是恶性通货膨胀和一堆废纸。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后来苏联统帅马利诺夫曾对国民代表董延平透露过一句话，斯大林同志认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东北对苏联的远东是不安全的。这里有2层算计，第一是贪婪的补偿，斯大林把这些视为战利品，用来弥补苏联在二战中的损失，他可不管这些工厂是建在谁的土地上。第2层是深层的恐惧，这也是最关键的。在二战前张古峰和诺门坎战役，日军依托东北强大的工业和铁路网，对苏联远东造成威胁。在斯大林看来，无论将来是谁掌权，一个拥有完备工业体系的中国东北就像一把顶在苏联后背的尖刀，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毁掉它，把东北变成一个只能种粮食的农业区，变成苏联的安全缓冲带。这就是大国博弈中最冷酷的地缘政治逻辑。根据美国调查团暴力报告的统计，苏军拆走的直接设备价值高达8.58亿美元，而考虑到重建成本和通货膨胀，中国要恢复这些工业至少需要20亿美元。报告中说到，中国东北的工业能力倒退了至少20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国共内战中，国民党虽然占据了沈阳、长春，却无法利用当地工业进行补给，因为拿到手的本身就是个空壳子。视频的最后，我想聊聊很多朋友都会提到的苏联援建156工程。有人说，苏联不是后来帮我们建设了吗？是的，1950年代，苏联确实帮助新中国建立了工业基础，但请大家搞清楚因果关系和时间线。当年的拆是掠夺，是毫无人性的侵害；后来的建是有偿的贸易，更是血仇。那是1950年，几十万中国志愿军的战士衣着单薄的跨过鸭绿江，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用血肉之躯替苏联挡住了美国的冰封，打出了令斯大林震惊、令全世界侧目的战绩。正是因为这场立国之战，让苏联看到了中国的力量和价值，才有了后来的156工程。那些回来的机器，每一颗螺丝都是志愿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入场券，也是中国农民用一车车苹果、鸡蛋、矿石还债赎回来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恩赐。东北工业的这段屈辱毁灭史，是一堂最生动的课。国家工业化的命脉，如果不是自己造出来的，如果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别人随时可以拿走，甚至毁掉。只有自强，才能避免被当作战利品的命运。我是五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